这把奇特的武器叫七星刀，七星刀刀身两侧各有3个分支，加在一起一共7个分支。它是日本的国宝级文物，十分的珍贵。电影一开始，一位收藏家在无意之中获得了原属于布达拉宫的圣物八部金瓶。八部金瓶内含神奇的力量，这种力量一旦释放出来，可摧毁世间万物。在500年前，西藏分为红、黄、花、白、黑5教，黑教想侵占西藏，黄教借助八部金瓶的法力，才成功将他们驱除。黄教，也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，收藏家知道这个传说后，特意委托律师前往布达拉宫，让他代为转达自己的心意。一名叫做旺拉的喇嘛接待了他。旺拉看罗律师腿脚有点不方便，提醒天梯有1364节。如果行动不方便，可以用担架的。罗律师要强，不愿让人小瞧他，一直坚持着自己拄拐往上走，可把罗律师给累得够呛。他吐槽布达拉宫这么高，怎么也不想着安一部电梯。旺拉笑说，总坐腿脚会退化的。他劝说旺拉见识外面的世界。罗律师不赞同喇嘛光念经，旺拉说是为了获取特异功能。罗律师说他们是故意装神秘。旺拉决定给罗律师开眼界，要这老小子知道天高地厚，强行用起了特异功能，直接治好了罗律师的腿。这下罗律师一改嚣张模样，改口叫旺拉小活佛。师傅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，他们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因果，惩罚旺拉私自使用特异功能，让他下山去找八部金瓶回来。师傅把八部金瓶盖给了他，告诉他让他下山之后和罗律师的助手圣南联系，接着就把真言传输给了旺拉，瓶盖合一才能发挥它的威力。旺拉要下山，师弟们都很兴奋，他也很高兴师弟们的懂事，告诫师弟们要听师傅的话。小师弟似乎情绪不高，旺拉告诉师弟给他带礼物，小师弟害羞说想买2个爱人。小孩子真是童言无忌呀！罗律师这人满脑子生意经，收藏家本想低调的还回去，可罗律师却大登报纸，弄得全香港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果然，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黑教领袖洛桑的耳中，乘直升机来到收藏家的豪宅。洛桑念咒语，轰碎了防弹玻璃。黑教的能力真的是不容小觑。面对洛桑的恐怖死亡威胁，收藏家颇有气节的不肯就范。这坏女人真是的，连女人都打。但洛桑是有着大法力的教主，没费力气就找到了八部金瓶，如今宝瓶到手，就差宝瓶盖了。吩咐属下在这里设下了陷阱，他要等待黄教的人羊入虎口。圣南来到西藏后，对这里的食物感觉很不习惯。圣南被黑教准备的人盯上了，但是圣南却是没有发现情况。果然，爱逛街是女人的天性，钱财一露白就被小偷盯上了。碰巧被圣南发现小偷的手，小偷真敬业，那叫个锲而不舍。圣南虽聪明，但是地形不熟悉，被这个小偷堵在死胡同里了。还好他随身携带了防狼喷雾，这样才侥幸逃过了一劫。旺拉终于到达了这家酒店，圣南已经提前告知过老板，他很顺利的就拿到了房间钥匙。黑教杀手潜入房间想杀圣南，正好被窗户外的旺拉给看到了。旺拉当即决定跟去邮局救人，见到圣南赶紧拉着他就逃跑。黑教的人跟着后面紧追不舍，他让圣南赶紧藏在桌子底下，然后旺拉就跟他们打了起来。圣南受不了动物尸体的味道，偷偷的就逃走了。刚一出来就被小偷围上了，幸亏防狼喷雾还有剩下的，这才成功的又再一次逃脱了。旺拉打完架才发现他不见了，圣南这边还在拼命逃跑，旺拉这里也是拼命的跑，然后2伙人就相遇了。这2伙人打起群架了，两人趁此机会赶紧逃跑。黑教的人出现，开枪打向2人。旺拉用超能力把枪变弯朝上，然后旺拉上前把他们给制住了，并且还亲切地给了他一拳，把枪放进了自己的包中。打架的2伙人也明白了过来，2人没办法，只得继续逃命了。2人进入朝拜的人群藏起来，因为圣南的不配合被发现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次的拼命逃跑。旺拉把圣南藏在马车里，驾起马车带着他逃走。圣南很生气旺拉的鲁莽，旺拉也终于做了自我介绍。圣南觉得跟旺拉一起才危险，他的安眠药不小心扔水里了。旺拉来敲门，担心圣南的安全，闯进房间，非要陪他一起睡觉。圣南劝他回去，怕他休息不好。旺拉说不怕，然后把水给喝了。圣南觉得他烦，想办法赶他走，然后故意展现出性感的一面。旺拉这下慌了，赶紧就告辞了。他送给圣南一个安眠的法轮，加上喝了圣南的安眠药，直接倒在地上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2人乘飞机来到香港，在机场等待过安检的时候，旺拉看到标识枪是违禁品，他告诉安检员自己带了枪，还掏了出来
给安检员看看。这下四周的乘客慌忙逃窜，警察赶紧将两人抓了起来。罗律师开 party 炫耀康复了。此时黑教头的妹妹也来了。这个上前搭话的男人叫麦克，罗律师让他去保释盛南他们。盛南此时心情无比烦躁郁闷，就要被旁边的这个男人逼疯了。旺拉却玩了起来，用超能力从监狱走了出来。盛南让他不要胡闹，赶紧回来。这时警察看到旺拉在外面了，旺拉当着他们的面又进去了。警察让旺拉再表演一次越狱，结果警察被反锁在监狱里面。这个麦克也是盛南的男朋友。麦克警告旺拉不要再惹麻烦，旺拉借机在他脸上抹上油墨，让他在盛南面前出了个大丑。旺拉被带到了罗律师的派对，罗律的朋友想让旺拉露两手，大家一起过来，都想见识见识。旺拉却不愿意这么高调行事。盛南看罗律师难堪，就激旺拉。旺拉倒是很给盛南面子，旺拉将桌子上铺的软布变硬，让盛南从桌布中间穿过去。众人被这一幕给惊呆了。罗律师也想上前去试一试。洛桑妹妹也注意到了旺拉，用特异功能让罗律师出丑。这块布被施法改变，穿过去身上衣服瞬间变美。生日宴会变成了一场闹剧。就在布盖到盛南的身上时，旺拉赶紧发功让布停止了。果然其他人的衣服并不重要，盛南误会了旺拉又在捉弄他，就生气地说再也不想看到他。旺拉赶紧跟上去要跟他解释。洛桑妹妹守株待兔，让他上车。妹妹将他带到了无人隧道里，他想用色诱旺拉拿到宝瓶盖。旺拉这个小和尚也难逃诱惑，他用催眠术让旺拉靠近自己，但他受不了旺拉身上的味道。旺拉告诉他，我1年洗1次澡。为了宝瓶盖，妹妹不在乎这些。旺拉受不了，用衣服将他捆住。妹妹这下生气了，小子竟然逃过了妹妹的魔掌。但旺拉也不是浪得虚名，既然你一再挑衅，那就等着吧。妹妹只好使出万磁王的能力，控制四周的铁桶砸向他，接着放火要把旺拉烧死在这儿。旺拉用咒语驱车冲出了火海。洛桑对妹妹擅自行动很生气，单独宝盖没有针眼也没有用，但是这妹妹非要去杀了旺拉，幸亏是亲妹，要不然死8回了。盛南这边在路上找他一晚上，结果发现他正在自己家烤火。盛南被旺拉兑到水池里面，他气得大骂了旺拉一顿，并警告他不要再跟着自己了。盛南了解到旺拉在为他祈福，心里觉得对旺拉过意不去了。第二天，盛南为了表达歉意，特意做了早点给旺拉吃。两人终于来到了收藏家的家中，洛桑早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他假扮收藏家接待了两人。盛南之前也没见过收藏家，他们两人就这样被骗了。洛桑想见识一下瓶盖合一，他急切地让旺拉拿出宝盖。洛桑见到宝盖失了态，上手和旺拉抢夺了起来，最后由盛南动手，瓶盖合一。洛桑让旺拉用真言试试宝瓶，旺拉立即对他产生了怀疑。宝瓶有真言，知道的人十分的少。旺拉说真言在宝瓶的里面，只有打碎了宝瓶才能知道。洛桑赶紧护住，这一下露馅了。旺拉赶紧的带着盛南离开，但洛桑也对宝瓶势在必得，四周早已布满了人手。旺拉只能留下拦住他们，让盛南抱着宝瓶逃走。不愧是布达拉宫的掩饰高人，保镖们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旺拉也不想和他们纠缠，念出咒语，发动了气功波，保镖如打不死的小强一样。旺拉再次念，让他们飘起来。这时洛桑出手了，他速度极快，直接一脚将旺拉制服，让他不能解手印，接着将旺拉抱摔扔在了地上，然后将旺拉彻底踩在脚下。而盛南也被妹妹带了回来。旺拉被洛桑吊了起来，想要逼他说出宝瓶真言。旺拉为了大局着想不肯，他的双手被绑住，不能结印。他准备借盛南的身体传功，这一切都被洛桑看在眼里，怎会让他轻易成功？他们知道盛南是旺拉的弱点，妹妹将盛南泡酒中要淹死他。旺拉为了盛南愿意说。旺拉告诉洛桑，宝瓶威力巨大，需结5种远古手印才能成功。洛桑将5种手印一一结出来，配合真言驱动了宝瓶，宝瓶中漂浮出了神秘的力量，无比的神圣。但这种力量不受人力所控制，直接穿过了保镖们的身体，接着就飞过去杀向了洛桑。旺拉趁机和盛南结起了手印，将铁链给震断了。妹妹也被金光给派了领盒饭。就在金光要穿过旺拉时，身上的真言挡住了这一击。原来师傅只告诉了他一半，另一半就刻在身上保护他。他用另一半真言将力量收回。洛桑认出这是金刚伏魔咒，他抢走宝瓶就要离开。旺拉怎会轻易让他得逞？他将宝盖拿走。洛桑恼羞成怒，要使出霹雳功，两人开始了功法大比拼。接着二人就实打实动起手。
果然，有功底的打戏不一样。旺拉眼看不是对手，拿起身旁的七星刀砍向洛桑。洛桑拿起一把古剑进行抵抗，两件都是收藏家名贵的宝剑，两剑相砍，撞出道道耀眼火花。但洛桑力量太过强大，用古剑将旺拉砍倒，但古剑削铁如泥，插入墙中拔不出来了。旺拉趁机砍掉洛桑一条手臂，没有手臂的洛桑根本不是旺拉的对手，很快就被制服。旺拉心软，没有杀他。洛桑一脚将他扫倒，要冲向旺拉时，旺拉将剑举起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旺拉最后带着8部金瓶，成功回到了布达拉宫。《西藏小子》是1992年上映的一部香港动作电影，30年前的电影，但是已经可以看见当时香港的繁华。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